最後一輪英超大結局，熱刺的球迷們淚流滿面吧。幾個賽季前，有幾個熱刺球迷能想到今天會為了熱刺成功保級而激情慶祝呢？對這一塊，埃弗頓球迷是感同身受，因為3年前他們也是最後一轮1-0小胜伯恩茅斯保级。那麼对阿森納、利物浦、曼聯來說，這就太好了。下賽季繼續有熱刺去阻擊曼城。從之前的孫興敏到現在，哪怕是落入了保級大戰，無論自己夯還是狀態辣，都能夠阻擊曼城。熱刺是曼城真正的克星。但有一說一，今天比賽進行到最後98分30秒，當時埃弗頓一脚射門被门将扑出，真是把大家嚇壞了。但好在熱刺队的净胜球比西汉姆联更多，就算最後一個球進了，兩隊積同分，熱刺也將以净胜球更多而保級成功。所以最後時刻埃弗頓要进2個才能幫助西汉姆联保級，那已經不可能了。那麼最後一輪英超最受關注的一場球，熱刺終於拿下。下賽季繼續加油吧，北倫敦德比得以延續。英超要是沒了這個 Big 6，還真是差點意思。不過這種大體量的俱樂部將保級，最後還高興得淚流滿面，確實也有些尷尬。中場哨響時，不少的熱刺球迷只感到慶幸，也感到羞愧。而今天打进制胜进球的6號位葡萄牙球員帕里尼亞，他是沒有入選本屆葡萄牙世界杯陣容。客觀講，雖然他今天打得很漂亮，但帕里尼亞過去只適合蹲坑的防守陣型。當初他被拜仁慕尼黑放棄的原因就是不符合戰術。在國家隊，帕里尼亞確實融入不進去，而且葡萄牙中場的配置也太豪華。但是面對狼隊和埃弗頓2個1-0，帕里尼亞2場的2個進球和門將金斯基2個最後時刻的撲救，對熱刺都太關鍵了。到了最後仔細一想，熱刺和切爾西似乎本賽季最後沒啥區別。更往厲害了一點說，熱刺甚至是帶着正面的影響，憋着一股勁兒去準備下賽季，而切爾西推倒重建。熱刺有了一份置於死地而後生、保級成功向上的心態，切爾西就更難說了。所以離地獄最後只差1步。一旦熱刺真正的今天掉入英冠，那麼財政就會崩盤，球員也都會出走，樹倒猢猻散，說不定要經歷5年、1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沉淪。好在最後成功活下來了，怎麼說都得趕緊利用這個下窗，好好的緩一緩。多年以後的熱刺球迷回憶起今天，也應該會感到後怕吧。真要降了級，哈里凱恩最後幾年想回來破英超進球紀錄都沒地方可去。那麼接下來熱刺首先應該買斷帕利尼亞。有了帕利尼亞，今天熱刺是終於可以開香檳。但回過頭來一看，自己似乎只在第17名，上賽季也是17名啊，似乎对比上赛季還沒有退步嘛。那麼有意思的是，賽後德泽尔比主教練還說，那邊埃弗頓的莫耶斯或許有意想助力西汉姆联保級，但可惜他沒能如願。這場比賽或許是我執教球隊以來發揮最好的一場。1-0小勝，看得出德泽爾比對莫耶斯有些意見。其實老 K 倒很理解埃弗頓的莫耶斯，他只是在賽前採訪的時候說希望幫助鐵錘幫保級。那賽前嘛，總不能說自己不拼吧。莫耶斯老好人性格，江湖上他是懂規矩的。你想想，為了保自己的愛徒阿爾塔特登頂，連瓜迪奧拉來了都沒轍。好，保級成功以後，哈里凱恩第一時間在社媒發來慰問，他寫道：祝賀大家，尤其是球迷們。朋友们，今天做這一期節目的心情很複雜，因為我才知道一個舊時的好友老彭，他去世了。他是個很特別的人，是我初中的舊友。從我認識他的12歲，他便很喜歡健身，順帶也影響了如我一樣他身邊的少年們。老彭很願意分享，給大家看過他珍藏的健與美等等。他很喜歡各種美好的事物，包括後來他曾經賣過頂級的名錶，後來又一生投入到自己摯愛的 Apple。 他的價值觀很純粹，晶瑩透亮。他的朋友圈也記錄着每個時期他最在乎、最想分享的各種各樣的美、愛好、價值觀、生活方式和人生態度。2年前他告訴了我生病的事兒，希望保密，但卻很淡然，只是擔心他年幼的孩子，不捨和遺憾。所以他過去是一直活在知道自己會離開的一種心境裡。他明白生活的殘酷，卻心向光明。他初中最喜歡的漫畫是《孔雀王》，裡面有一句話：生於地獄，卻有一顆向往光明的心。真正的單純從來都不是一張白紙一無所知，
老彭是一個真正單純的人，也正因為這顆善良，他很關心實事兒，很關心社會上的弱勢群體，很關心各種體制的不公。他的父親也很特別，酷愛騎自行車，卻不幸在老彭只有10幾歲的時候，騎車的途中遭遇車禍。所以此後他便很早就懂事，陪伴着母親一起生活。以前有一件小事兒我記憶猶新，在初中的班裡，下課的時間，班裡有位美麗的女孩給了他一個大巴掌，拍在背上，振聾發聵的一聲巨響，疼得他當時呲牙咧嘴，掀開衣服一看，五指印如如來神掌。從那時候起，大家便謠傳那位可愛的小女孩從小是學過武術的。但老彭對這件事兒向來只是苦笑和自嘲，他偶爾的抗爭只會留給自己最熟悉的少數幾個密友，所以他小時候是個溫和的人，從未真正動怒。他到最後都是一個很溫和、很溫暖的人。人生中我們總會遭遇許多人，但他是其中老 K 一直覺得最值得說的朋友之一。心性皆澄澈，所見皆溫柔，君子如玉，相逢生春。至此，本賽季的英超對比上個賽季，曼聯是多了29分，在進步榜上居首；阿森納多了11分，還拿到了聯賽冠軍。曼城比上賽季多拿了7分，同樣是第17名的熱刺竟然排名進步榜第4，比上賽季還多拿了3分。而這裡面利物浦比上賽季少拿了24分，是退步最大的。誰能想到這還是去年夏天花了5個億引援之後的利物浦，而熱刺進步了3分，這是真讓老 K 沒繃住啊！況且這3分還真的很關鍵，因為不進步熱刺就降級了。那麼咱們首先多說一下保級功臣30歲的葡萄牙中場6號位球員帕利尼亞，他賽後的心態很好。帕利尼亞說，我認為這個賽季也會讓我們在下賽季變得更強。說實話，我從未見過這樣的場面，因為在經歷了像這樣的糟糕賽季以後，我們還能擁有這樣的氛圍，這樣的支持，真的令人難以置信。我覺得俱樂部會因為這個賽季而成長，我們也知道未來必須要做些什麼。帕利尼亞這個心態就很好，非常值得表揚。很多時候，一次重大考試考砸了並不可怕，關鍵是你的人生還有未來的幾十年，你該以怎樣的心態變化去面對未來的人生挑戰。那麼今天上半場，帕利尼亞也是在一次角球進攻当中補射破門。熱刺本賽季英超通過定位球打入了19球，距離隊史紀錄僅差1球，那還是在1999到2000賽季的20個定位球紀錄。這麼爛的賽季居然仍然有如此積極的紀錄，這說明本賽季定位球神仙球特別多。而且多說個冷知識，如果本賽季只看客場戰績，熱刺甚至能排進前4。那麼過去這一段時間以來，前任主教練弗蘭克定位球方面非常厲害，貢獻也良多。那麼這次帕利尼亞沒有獲得葡萄牙國家隊的徵召，這主要還是因為葡萄牙國家隊擁有大量高水平的球員。帕利尼亞是最傳統的6號位，但如今維迪尼亞佔據了這個位置，而且維迪尼亞效力的大巴黎上賽季歐冠冠軍，本賽季已經再次闖入歐冠決賽。而過去帕利尼亞在19到20賽季曾經和薩姆科斯塔共同效力於布拉加，薩姆科斯塔在布拉加的青訓營度過了大部分時間。19到20賽季剛剛提拔到一線隊，這一次他入選了葡萄牙隊2026年世界杯大名單，也成為最大的驚喜。現在接下來就看熱刺要不要買斷帕利尼亞。首先，主教練德泽爾比對他是非常滿意的。今天德泽爾比說，帕利尼亞是我們絕佳的榜樣。他雖然以租借的身份效力於此，卻成為球隊的主力成員。球隊下賽季也將開啟重建工作。現在是晚上7點，到了8、9點鐘，我們就會開始着手規劃下賽季的相關事宜。所以從主教練的角度講，只要俱樂部給錢，買斷帕利尼亞不是問題。可現在帕利尼亞已經得到了葡萄牙體育的青睞，如果熱刺不買斷，他將回歸葡萄牙體育，談判進展也很順利。葡萄牙體育那邊，尤爾曼德離隊已成定局，30歲的帕利尼亞符合接替他的條件，甚至有望接過隊長袖標。那麼本賽季熱刺歷經了3任主帥，終於驚險保級。上賽季在奪得歐聯冠軍之後，熱刺非常果斷地將當時主教練波斯特克格魯解雇，隨後重金從布伦特福德挖來了弗蘭克。但隨着賽季的進行，熱刺在弗蘭克时期成績下滑嚴重，於是今年2月果斷又解雇了他，請來過去尤文图斯的主教練图多爾出任球隊臨時主教練。可是在图多爾來了之後，熱刺仅取得1胜1平5負的糟糕戰績，距離降級區僅僅1分。
3月28日，熱刺宣布解雇了执教僅僅43天的图杜爾。3月31日，就用意大利人德泽尔比讓他临危受命接手了球隊。最終，热刺在德泽爾比的7場比賽中取得了3场勝利，2平2負，在最後力克埃弗頓以後，以2分的優勢成功将保級。當然，客觀來講，這個賽季要不是裁判瞎搞，熱刺何過於此？最後一個賽季連點球一個都沒有，也真是離譜。最終，殘酷的命運讓西漢姆聯隊積39分降級，這也成為10到11賽季以來英超降級球隊的最高積分。當時的伯明翰和布萊克普同樣也積39分降級。那麼整個5月份，西漢姆聯只拿到了3分，熱刺隊卻拿到了7分，這成為保級大戰中的關鍵的差距。另外，咱們傳統的 Big 6，這裡面阿森納已經在5月20日提前鎖定本賽季英超冠軍。這也是他們時隔22年再度捧起聯賽獎杯，距離今天阿森納捧的獎杯剛剛過去5天，而對利物浦來說已經過去了392天，對曼城來說已經過去了735天，對切爾西來說已經過去了3299天，對曼聯來說已經過去了4780天，但是對我们熱刺，距離他上次夺得頂級聯賽冠軍已經過去了23778天，上一次聯賽奪冠還得追溯到60到61賽季，所以人生不過3萬天，熱刺卻已經將近24000多天沒有奪冠了，哈哈哈！還有曼聯，已經13年沒有拿到聯賽冠軍了。下賽季咱們曼聯球迷是否又可以說那句熟悉的話？曼聯的下賽季將驚豔所有人。好，有趣的是，今天熱刺的賽場上還出現了科莫隊的尼科帕斯，這不由得讓熱刺球迷產生遐想呀。但不用異想天開，尼科帕斯幾乎100%大概率肯定去皇馬，就算你們想用羅梅羅換也不可能。對了，說到阿根廷球員隊長羅梅羅，他最近也是捅了馬蜂窩呀。前2天被各種的熱刺名宿炮轟，因為28歲的他跑到了7000英里之外，去觀看自己兒時支持的貝爾格拉諾隊爭奪阿根廷聯賽冠軍，而他自己的熱刺隊呢，將在英超最後一輪為保級而戰。羅梅羅因為膝傷，自4月以來一直缺陣，本來也無法出陣對陣埃弗頓的末輪比賽，但是所有的人都非常不滿，因為這畢竟是俱樂部隊長，你甚至在保級大戰都不出現在看台為隊友助威嘛？過去的熱刺名宿拉蒙維加直接批評道：1999年聯賽杯決賽之前，我的腳踝已經骨折了，決賽前幾周我就一直一瘸一拐，而且溫布利決賽以後我還要去參加瑞士國家隊的比賽，但為了俱樂部，我冒着影響國家隊生涯的風險，帶着已經骨折的腳踝上場，就為了最終贏下一座獎杯。決賽以後我缺陣了將近9個月，而且一度有可能再也不能踢球了。我當時覺得自己瘋了，但我要告訴你，為熱刺贏球，穿上熱刺的球衣是一種榮幸，這樣的事我會一次又一次去做。而你啊，當我想到羅梅羅作為我曾效力過的熱刺俱樂部隊長所做的事情，這完全是恥辱，是不尊重。這個事情發生以後，主教練德澤爾比選擇迅速淡化隊長缺席的事兒，稱這和傷病有關。但羅梅羅的情況很複雜，今年夏天像巴塞羅那眾多豪門都看上了他，所以這樣的對自己的熱刺隊缺乏熱愛卻跑回阿根廷，確實惹怒了不少人。他的經紀人對此澄清道，羅梅羅返回阿根廷是為了執行幾周以前就已經安排好的康復計劃，並不是為了觀看自己兒時的球隊貝爾格拉諾的比賽。但是這樣的辯解顯得非常的蒼白，越描越黑。熱刺隊在打完桑德蘭的時候排名就已經夠差了，哪來什麼數周前就定好了計劃，必須回到阿根廷去康復？中間有段時間熱刺甚至已經降到降級區。羅梅羅的團隊，你們到底在想什麼？依舊是不顧球隊提前跑路嗎？這樣的隊長嗎？而且羅梅羅在場下對更衣室的團結沒有起到多少粘合作用，整個球隊就看不到一點團結的樣子。球隊困難時期，作為隊長也不去鼓勵隊友，全隊人心惶惶，比賽的投入大幅度下降。場上他也沒有隊長的意識，絲毫不收斂自己的粗野風格，經常被罰下。對隊友的鼓勵和指揮他也看不到，一點穩定軍心的作用也沒有。甚至作為隊長，他和隊友的流暢交流都費勁。本賽季熱刺如此吃力，羅梅羅責任不小。雖然他也進了許多關鍵球，但整個熱刺團隊缺乏團結意識，這才是最影響場上發揮的。
所以弗蘭克來了之後，羅梅羅一直不給他面子。里沙利松也因為沒有出場時間不高興，而羅梅羅嘛，單純的不願意踢弗蘭克的防守反擊。即使有主教練弗蘭克，你羅梅羅哪怕能夠把更衣室凝聚起來，或者說更衣室裡面達成一致意見，早點把弗蘭克換掉也行啊。只能看到更衣室本賽季一直不齊心，隊員們的思路完全不一致。最後到了賽季結束的末段，德澤爾比主教練成了真正的隊長，所有的激勵球員的工作都要他來完成，簡直滑稽。所以羅梅羅在不在場邊區別也不大，他壓根就已經不想在熱刺繼續待下去了。過去熱刺的名宿謝林漢姆也在採訪中炮轟了他的行為。謝林漢姆說，這場保級大戰是熱刺俱樂部歷史上最重要的比賽，非常令人緊張。當你的隊長不在，這對所有人來說不是好榜樣，那是惡劣的，是不負責任的。無論是誰允許他做他想做的事都不行，無論是誰這樣做都不行。他這是在幹什麼？怎麼能這麼做呢？任何人如果說因為自己的童年俱樂部要進行一場重要比賽，所以要返回阿根廷，這可以嗎？這甚至不該是個問題。我要你和你的隊友們一起在更衣室裡給隊友們一些支持。我不敢相信羅梅羅居然問了這個問題，我也不敢相信他居然被允許離開，這樹立了一個很壞的先例。所以這件事情在保級大戰前引發了球迷強烈不滿。於是很快，隊長羅梅羅趕緊返回了倫敦，繼續在英格蘭進行康復訓練。5月23日，他趕緊曬出了自己在倫敦的理髮店的照片。在今天的保級大戰中，轉播信號也給到了他。羅梅羅出現在了熱刺的替補席，這就好，亡羊補牢，未為晚矣嘛。最關鍵的是保級成功，大家都得償所願。雖然大概率是迫於輿論的壓力跑了回來。那麼接下來6月1日以前，羅梅羅又將去美國堪薩斯城和阿根廷國家隊會合。好的，幾家歡喜幾家愁，熱刺是保級了，西漢姆聯就只能無奈降級。今天他們3-0大勝了利茲聯隊，當家球星小隊長鮑恩一個進球一個助攻。儘管保級失敗，但鮑恩確實盡力了，他把巔峰期都給了西漢姆聯，實力非常不錯，許多球迷都喜歡他。鮑恩這麼好的球員降級確實對不起他，而現在老虎城赫爾城又升級了。鮑恩2020年就是從赫爾城2130萬歐元轉會到了西漢姆，這次赫爾城升超，能不能下賽季就回赫爾城呢？當然就算回去也依舊是保級。另外，今天中場的21歲年輕小将馬特烏斯費爾南德斯也終於進了一個球。另外，今天葡萄牙的中場馬特烏斯費爾南德斯也終於有一個助攻，他全場搶斷5次，攔截2次，還有2次關鍵傳球，以上均為全場最高。由於西漢姆聯的降級，曼聯很可能可以以低價引進他。馬特烏斯費爾南德斯上賽季隨南安普頓降級，本賽季又隨西漢姆降級，現在他將加盟曼聯視作自己理想的歸宿。個人待遇方面已經談妥，沒有問題。他作為葡萄牙球員，過去最崇拜的是 C 羅，現在最喜歡的又是紅魔隊長 B 費。他的合同中好像有一個降級後球員薪資自動減半的條款。接下來的夏窗就看各家俱樂部如何完成球員的引進和售出。另外，曼聯現在正在跟意甲的亞特蘭大談26歲中場球員埃德松·席爾瓦。球員本人和曼聯已經就5年的合同達成口頭協議，就看俱樂部的談判了。然後就是跟森林隊談埃里奧特·安德森。曼聯這個夏天至少會簽下2名新的中場球員，如果以上3位都能來，那當然是多多益善了。另外，西汉姆联方面，他們的中後衛托迪博過去曾經2度入選法國國家隊，但是在此前西汉姆联不敌紐卡的比賽中，努諾第25分鐘就將他換下。托迪博下場對換人非常不滿，還向守門員教練抱怨。賽後，托迪博和主教練努諾發生了非常激烈的爭執，告知主帥自己不會再為他出場。要知道，托迪博過去脾气就很大，曾經和洛佩特吉和波特都發生過冲突。他已經希望在今年夏天離隊。而隨着西漢姆聯的降級，下賽季在英冠又多了一個新的看點——碼頭工人德比重現江湖。西漢姆聯將在英冠聯賽遇到自己的死敵米爾沃爾隊，他們之間的對決是英格蘭足球界歷史最悠久、場面也最激烈的對決之一，遠遠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，當時倫敦東南部工人階級的碼頭社區。這2家俱樂部均是由泰晤士河沿岸的碼頭工人和船廠工人創立的，在1899年就首次在正式比賽中交鋒過。
早期的比賽是關於合同和工作的競爭，而1926年的大罷工成為了雙方的導火索。當時泰晤士河兩岸碼頭工人的不同行動加劇了雙方的敵意，而到了1970年代到80年代，碼頭工人德比因為球迷的暴力而臭名昭著，尤其是西汉姆联的城際幫和米爾沃尔的叢林戰士，這兩方之間的衝突涉及到非常嚴重的暴力事件，包括了死亡和2009年的厄普頓公園騷亂。那一次騷亂有球迷衝入了球场，持刀傷人，還產生了大範圍的混亂。這幾年由於西漢姆聯一直在英超，而米爾沃爾一直在英冠，雙方已經有很久沒有碰面，這下子降級到了英冠，火爆的碼頭工人德比馬上就會重現江湖。下賽季東倫敦的警察有的忙了。這裡老 K 科普一下，著名的2005年的電影《足球流氓》講的就是西漢姆聯和米爾沃爾的故事。有趣的是，電影裡面還偶爾提到了熱刺，成為他們的嘲諷對象。但今天正是熱刺隊戰勝了西漢姆聯，保級成功，西漢姆聯卻降級去遭遇米爾沃爾了。另外2004年還有一部電影叫《足球工廠》，講的是切爾西和米爾沃爾之間球迷的故事。好的，這也不是西漢姆聯第一次從英超聯賽降級，他們已經有過3次經驗。02到03賽季，還有10到11賽季都曾經以降級告終，所以在英超聯賽的歷史上，他們的降級次數追平了伯明翰、博爾頓、水晶宮、富勒姆、赫尔城和諾丁漢森林。屢戰屢敗，屢敗又屢戰，這才是英超的魅力。西漢姆聯呀，在02到03賽季是最倒霉的，當時積分達到了42分，但結果也降級了。是從2000年到現在最高的降級分數。當時他們隊裡面還有法國前鋒卡努特。據曼聯的加里內維爾後來回憶，卡努特是當時英超聯賽最難防的幾個前鋒之一。後來他還曾經效力過北京國安隊。所以職業競技和降級真是就如此殘酷。當中場哨聲落下的時候，西漢姆聯的英超征程又一次就此止步。不過升級降級從來不是終點，只是一段路途的休整。西漢姆聯的队歌I'm forever blowing bubbles， 我永遠在吹泡泡。這是1918年一首美國百老匯的歌曲，1920年代被时任主教練 Penter 引入，已經成為鐵錘幫的標誌歌曲，每次主場賽前必唱。所以鐵錘幫的意志不會落敗消沉，東倫敦的信仰不會隨排名消散。耳畔響着我永遠在吹泡泡的悠揚歌聲，球場之上並肩同行，一次暫別不必沉溺於遺憾和落寞。只要能收拾滿身的風塵，帶着百年積澱的底氣沉澱去蓄力，那麼堅韌的鐵錘幫終將再次衝破低谷。作為一個真正的球迷，無論身處哪一級的賽場，信仰永不落幕。但若說到遺憾，2年前西漢姆聯將莫耶斯趕走，這樣的宮鬥最後球隊變成這樣，反而是埃弗頓得回他們的莫耶斯之後開始欣欣向榮了。好，今天的阿森納2-1戰勝了水晶宮，聯賽積分85分收官，熱蘇斯和馬杜埃凱建功。本場比賽球迷們都沒有心情看，這對槍迷們來說是本賽季最漫長也毫無波瀾的90分鐘。最後以一個角球進球作為聯賽的開端，也用一個角球作為聯賽的結尾。2026讓我們兵工廠所有人記住因卡皮耶的屁股，世界名畫。沒有那白白翹翹的臀部，又怎麼會有這22年重新到手的冠軍呢？此時老 K 心裡只想起那個溫文爾雅的溫格教授。蛾兒雪柳黃金縷，笑語盈盈暗香去。眾裡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。敬愛的溫格教授，感謝你22年來，雖然早已不是主教練，卻一片赤誠地守護着阿森納。你過去帶來的3座英超、7座足總杯，締造過的49場不敗神話，那些關於美麗足球的基因，教授，是你力主興建了酋長球場，深耕阿森納青訓，也給今日奪冠埋下伏筆。22年的等待，今朝終於夢圓。冠軍屬於所有的槍迷，更屬於永遠的您，阿森納不朽的教父。時光流轉，初心不改，所有的熱愛終得回響。是溫格教授把最美的足球信仰深深地烙印在阿森納的血脈裡。今天咱們冠軍已經到手，如果下賽季阿爾特塔仍然踢得這麼醜陋，那麼老 K 能不能帶着所有的阿森納球迷叫他下課，阿爾特塔下課？好的，在此之前，讓我們所有人期待跌宕起伏25到26赛季的最後一場比賽，
5月31日，布達佩斯歐冠決賽，大巴黎對阿森納，恩里克對阿爾特塔 ，K77 對薩卡，鄧貝萊對賴斯。當時光的列車緩緩駛過，槍手們仍然坐在那裡，一眼望去，全是22年前的模樣。22年前的03到04賽季，門將萊曼，後衛勞倫、坎貝爾、圖雷、阿什里科爾，中場永貝里、維埃拉、吉爾伯托、席爾瓦，還有皮雷。鋒線上亨利、博格坎普，替補席上埃杜、帕洛爾、雷耶斯。那一套陣容當年以26勝12平領先第二名切爾西11分的優勢奪冠，創造了英超歷史上唯一一支賽季不敗奪冠的球隊紀錄。而且不僅如此，他們更以極具觀賞性的美麗足球風格，成為英超歷史上最具傳奇色彩的球隊。22年已經過去了，當年締造不敗傳奇的那一眾槍手的名宿們，現在都凝望着新的賽場，他們的身影始終守護着這一支球隊。鐵血風骨跨越了歲月，希望終將助力阿森納向着歐冠之巔全力衝鋒，真正圓夢，真正加冕歐冠冠軍。所以大家不要着急，老 K 一定會對歐冠決賽做出自己的前瞻和預測。另外，今天曼聯3-0戰勝了布萊頓收官，隊長 B 費又有射門又有助攻，另外多爾古和姆波莫也有進球。B 費就此以21次助攻正式超越了亨利和德布勞內創造的英超單賽季20次的助攻記錄，甚至今天連多爾古都能進球，可見大 B 哥傳的是有多舒服。曼聯真的是欣欣向榮呀，本賽季是個非常積極的賽季。隊長 B 費也完全配得上打破紀錄，他創造機會和進球的能力是一種天賦。自15到16賽季以來， B 費成為5大聯賽單賽季助攻並列最多的球員，本賽季聯賽直接參與了30球，這才是真正 MVP 的實力。賽前他已經當選英超本賽季最佳球員。31歲的 B 費像魔術師一樣在賽場上表演，創造絕佳機會4次，最後也成功當選本場最佳球員。而且在本賽季英超前5的小聯賽當中，曼聯和阿斯頓維拉同得到了15分為最多，利物浦只拿到7分是最少。咱們的新科狀元聯賽冠軍阿森納只拿到了8分，這說明想要拿下冠軍，對中下游球隊的成績穩定才是關鍵。前面的2-3年，阿森納曾經對 BIG6 不敗，但也只能連續拿亞軍。而本賽季曼聯收官以後，最出人意料的是盧克肖，他竟然成為曼聯隊史第5位在英超全勤首發的球員。要知道，他自從10年前在歐冠賽場遭遇了斷腿的重傷，就一直長期受腿筋等等各种傷病的困擾。曾經被大家戲稱為玻璃人的盧克肖，在年滿30歲竟然能如此的鐵人，這完全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故事。這是他自己體能故事中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逆轉。多年來，曼聯球迷們總是說，要是盧克肖能保持健康那就好了。果然，在盧克肖保持健康的本賽季，曼聯實現了復興。那麼紅魔曼聯今年有了自己的勒布朗·詹姆斯·姆波莫，他可不只是一個簡單的運動員。姆波莫自學了鋼琴，還會拉小提琴，還會畫畫，還會下國際象棋。姆波莫在國際象棋上現在已經拿到了900多分，而另一位利物浦的球員薩拉赫也喜歡國際象棋，他能夠達到1400分左右。據姆波莫自己透露，在曼聯隊裡，盧克肖和他的國際象棋水平差不多，其他人嘛，庫尼亞、齐爾克則也下，但下的不是很好，芒特也下。姆波莫的大光头、大鬍子、大屁股，渾身上下每一個細胞都酷似 NBA 球星勒布朗·詹姆斯。但真沒想到，這麼一個大老粗竟然如此多才多藝，竟然如此的熱愛音樂、熱愛藝術、熱愛國際象棋。另外，今天富勒姆2-0戰勝了紐卡，利物浦1-1跟布倫特福德打平，曼城1-2輸給了阿斯頓維拉，切爾西客場1-2輸給桑德蘭。最終，阿森納、曼城、曼聯、維拉、利物浦進軍下賽季歐冠。而關於曼城要勝維拉、利物浦要勝布倫特福德的情況沒有出現，英超沒有能獲得第6個歐冠席位。維拉排名英超第4，贏得歐聯冠軍所騰出的歐冠席位遞補給了葡超的亞軍葡萄牙體育。而切爾西末輪輸球，最終以第10的排名結束了本賽季。伯恩茅斯和桑德蘭進軍歐聯，布萊頓獲得歐協聯的席位。球員方面，哈蘭德以27個球鎖定金靴，加盟英超4個賽季，獲得了3次金靴。在今天比賽的最後，曼城雖然輸了球，但當比席爾瓦被換下的時候，維拉隊和曼城所有的球員列隊致敬。
比席爾瓦在曼城的生涯460場76个进球77个助攻，贏得了20座冠軍，並列隊史最多。他和斯通斯、福登一起並列隊史最多。他今天在曼城賽場也收穫了自己的巨星踢佛。還有斯通斯也為俱樂部打完了最後一場比賽。在第59分鐘首發出戰的比西被換下的時候，他和瓜迪奧拉均流下了眼淚。看了這麼多年的曼城，瓜迪奧拉也走了，所以曼城球迷是真的有些繃不住。瓜迪奧拉曾經說過，只要他在曼城一天，比席爾瓦就不會離開。原來當初說的都是真的。瓜迪奧拉離開之際，他說，這是我做出的正確決定，也感謝俱樂部尊重這個決定。離開時我內心非常平靜，因為我已經付出了一切。現在請別跟我談足球了，讓我先曬黑一點吧。其實平時我不怎麼哭的，我是看到有人哭的時候才會哭。從今天起，我們又失去了一位像福格森一樣偉大的，歷史上最偉大的主教練。感謝他過去留下了那麼多經典的畫面。呱呱的光頭看得太多，所以老 K 這裡放一些他年輕時候有頭髮的帥氣模樣。他執教曼城10年，593場，416場勝利。22到23賽季，他創造的3-2-4-1陣型席捲足壇，贏得了英超、足總杯、歐冠冠軍，完成了3冠王。接着又拿下了歐洲超級杯、世俱杯冠軍，完成了5冠王的偉業。他一共獲得6次英超冠軍、5次聯賽杯冠軍、3次足總杯、3次社區盾杯、1次歐冠聯賽冠軍、1次歐洲超級杯冠軍和1次世俱杯冠軍。他帶領曼城成為了英格蘭聯賽歷史上首支完成4連冠的球隊，但又在最後的2個賽季沒有拿到聯賽冠軍。一個時代終於終結了，但瓜迪奧拉留下了可以復興的希望，也留下了新的班底。瓜迪奧拉最後說，未來幾年曼城球迷無論在哪兒見到我，請來擁抱我，因為我需要。昨天我的父親巴倫廷·瓜迪奧拉已經95歲了，也許他現在沒有意識到，但這座看起來非常漂亮的新看台將以我家族的名字命名，並將在那裡屹立很多年。這是我能從這家俱樂部獲得的最大榮譽。當瓜迪奧拉說這句話的時候，他的父親就在看台上。這裡咱們說件小事兒，在2018賽季，當時曼城奪得英超聯賽冠軍，瓜迪奧拉得知有一名曼城的員工因為妻子不同意，而沒有辦法外出跟他們一起參加慶祝活動，所以呱呱親自拿起電話給該員工的妻子撥通了電話。他先在電話中自我介紹，然後請求對方允許丈夫出去放鬆一段時間，還承諾會確保丈夫按時返回。這個舉動終於讓員工的妻子同意了。關於呱呱，老 K 也說段冷知識。他很年輕的時候就在巴塞羅那踢球，後來又執教巴塞羅那，經歷了許多足球圈內部的人際關係變化，尤其是他和一些曾經關係很近的人，也包括媒體，也包括同行，還有俱樂部內部人士。卻後來因為各自的立場、權力鬥爭，還有泄密，還有輿論等等問題翻臉。所以後來瓜迪奧拉大概說過，在足球圈裡，他曾經以為是朋友的人，最後可能都會傷害他。這跟他在巴薩時期受到的幾次背刺有關。這裡面既有巴薩更衣室和高層內部的複雜鬥爭，也有媒體長期曝光下更衣室泄密的問題。當他離開巴塞羅那前，精神壓力極大。甚至說過我已經被掏空了。其中最核心的一件事就是瓜迪奧拉在執教巴塞羅那的後期，被更衣室的關係傷得非常深，尤其是他和梅西的關係一直很特殊，而隊裡面有人嫉妒，外界又不斷製造關於梅西正在控制更衣室這樣的輿論。他發現呀，足球圈許多關係到最後都會牽扯到利益，都需要站隊，於是慢慢開始不再和同行，不再和媒體，甚至也不再和球員保持真正私人的友誼。舉一個例子，後來的伊布拉希莫維奇曾經公開的指責說，瓜迪奧拉為了讓梅西踢為9號，犧牲了伊布。這是因為原本在巴薩，伊布是中鋒，是核心，後來瓜迪奧拉突然把梅西放到了中路，全隊的體系徹底開始圍繞梅西來運轉，伊布就感覺自己被邊緣化。這件事情後來越鬧越大，越鬧越大，許多人都第一次意識到，在瓜迪奧拉的足球世界裡，梅西是絕對的核心，而這也讓瓜迪奧拉承受了巨大的內部壓力。後來，梅西非常的尊重瓜迪奧拉，甚至說，
瓜迪奧拉讓足球變簡單了，所有人都想模仿他。但另一方面，梅西自己也承認，梅西和瓜迪奧拉後來幾乎沒有了任何聯繫，所以這一點很有意思。許多巴薩的舊將都提到過，瓜迪奧拉在離開巴薩以後，刻意和很多以前關係非常親密的人保持距離，這既包括球員，也包括巴塞羅那內部人士，也包括一些足球的同行。後來瓜迪奧拉越來越強調職業關係，所以許多西班牙記者都認為，瓜迪奧拉在巴塞羅那最後幾年已經被足球圈的人際關係傷透了心。這次他離開曼城，我們不知道5年後、10年後，他還會不會和現在最親密的戰友們保持非常親密的朋友關係。但老 K 總覺得瓜迪奧拉是一個非常脆弱、非常敏感的人，他想保護自己，也想保護那些他看重的人。有時候最理想的狀態反而是君子之交淡如水。所以朋友們，如果您在世界各地哪一天真的碰到了瓜迪奧拉，請走上前去說一聲，我是曼城球迷，我能擁抱你嗎，我的呱呱。好的，感謝大家的點讚、評論、熱推、分享，感謝您的訂閱，並請點開訂閱的小鈴鐺，選擇全部。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，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，咱們明天再見。